大家好，我是文森。今年是 AI 爆发的一年，已经涌现出很多不错的 AI 音乐创作工具，让每个有创意的普通人都有可能成为音乐创作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问题来了，自己创作的一些 AI 音乐要怎样发布到各大音乐平台上，并赚取更多的价值呢？要知道，在国内很多平台其实都可以直接注册发布音乐，但大多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平台除了要你上传母带分轨文件之外，还会在一开始的时候要求你附上一首歌的版权证明文件。这一点会难倒很多人，毕竟普通人自己创作完音乐就算了，谁还会没事跑去花钱申请版权呢？如果要省去这个麻烦，最快的方法就是找第三方音乐发行商来发行自己的音乐。不过在发行之前，一定要确认自己是不是版权的拥有者。如果你本身就是音乐创作人，那问题应该不大。但如果你是用 AI 音乐平台生成的，你就要看清楚自己订阅的方案是否可以商用，有没有其他的条件限制，以免在歌曲火了之后惹上不必要的法律纠纷。至于哪些发行商比较靠谱，建议直接在 Spotify 的官方信任列表中进行选择。找到这个列表其实也不难，首先需要注册一个艺人的 Spotify 账号，注册后登录艺人首页后找到音乐发行商，点击进入，里面都是 Spotify 认可的正规合法的发行商，不在这个列表里的就要小心了。尤其是很多人在搜索引擎上找到的，一定要仔细核查清楚，特别是打着人工智能算法分发旗号的一些平台，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自己的受骗经历。在 Spotify 里的发行商有很多，若你是新手的话，建议直接选择 DistroKid， 因为简单易上手，不涉及分成问题，100%的收益都是自己的，加上它是 Spotify 投资的公司，会员期内可以无限制上传音乐，而且可以发行到全世界各大平台，包括国内的抖音、QQ 音乐、搜狗音乐、网易云音乐等。如果你本身就是创作人，而且已经有一定知名度，建议可以选择老牌发行商 CD Baby， 按专辑收费，每张发行 9.99 美元，专辑内无歌曲数量限制，同时包含一些营销推广工具。但如果你是新人，没有知名度，按专辑收费的话，不用怎么算都知道肯定是亏的。其他发行商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，如果大家一定要选其他的话，一定要了解清楚它的收费模式、分发平台、上传限制以及收益分成这几个关键信息。接下来我讲一下 DistroKid 的发行音乐操作，整个流程比较简单。首先第一步是上传音乐，注册付费登录 DistroKid， 点击 Upload 进行上传，选择发布到哪些音乐平台，默认是全部勾选的，除了 Snapchat 要求你有 100% 的发行权及版权独享，否则可能会有法律纠纷，所以勾选它要十分谨慎，必须确认版权是自己的，然后选择歌曲数量。我们这里试着发行一首歌，其他的选项默认即可。刚注册没有艺名，就先填一个艺人名称，我这里之前已经注册过，所以直接显示。最便宜的会员只允许开一个艺人账号，如果你要管理多个艺人的话，就得升级对应的订阅套餐。接着选上传的歌曲风格，这里有2种类型要选，一个是主要的，一个是次要的，以便音乐平台归类和推送。我发 Lo-Fi 音乐，就选 Hip Hop 和 Pop， 然后选一个专辑封面，上传一张1:1的封面图，分辨率为3000×3000，选择对应范围即可。上传完封面之后，填歌名，这里简单复制一下，选定自己的音乐文件，也可直接拖放进去，其他默认不变，然后填写创作人真名，按你喜欢的填即可，这里不需要实名校验，也可以填多个。如果是纯音乐，将录鼓歌词选项去掉，选否，在乐器处勾选无歌词，勾选所有必填项后，可以直接发布，上传封面和音乐轨道。上传完后会有一个增强插件推荐使用，因为要收费，一般我们用原音。上传完后在 My Music 处可以看到 Processing 的状态，
说明歌曲已在分发中，分发完后黄色会变为绿色，绿色的是已经分发完的音乐。整个过程就是这么简单，一点也不难。如果之后要选 Snapchat 发布，选择专辑或歌曲，点击进去，选定再发布就可以了。发布完第一首歌后，就是认领艺人的过程。虽然用这种方法可以绕过各个平台的注册过程，但麻烦的是，在国内目前依然无法认领艺人，各大平台一定要提供版权证明，才能完整审核通过看到数据。目前经过我的验证，在国外平台可以认领的有 Apple Music、Spotify、Tidal、Deezer 和亚马逊这几家，其他目前还没有找到入口。知道的小伙伴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里，希望能帮到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